时隔332天，宋爷爷终于来看福宝了。自从去年福宝启程回国，因工作原因无法陪同福宝回家的宋爷爷，在运输福宝的集装车上流下不舍的泪水后，宋爷爷一直想来到中国看望自己陪伴了1354天的大孙女。他也曾到采访中承诺，称自己一定会来中国看望福宝。就在今天，时隔332天，宋爷爷终于来兑现承诺了。有游客拍到宋爷爷在园区搭乘景区交通车去往非展区。景区交通车一般都是用来接待到访熊猫中心的贵宾，而我们想要去看大熊猫，则没有资格乘坐，都需要像视频这些游客一样买票后排队进入。宋爷爷在车上还挥手和粉丝热情地打了招呼后，便进入了非展区。宋爷爷肯定第一时间到非展区见到了福宝。此前老宋说过，来看福宝不是工作安排，是自己的意愿，因此不会带摄影团队，所以大概率不会看到宋爷爷和福宝像视频中这样重逢互动的画面。宋爷爷一定很想念福宝，最直观的感受应该就是福宝又成长了不少，体型也比以前大了。看到这些，他想必很欣慰吧，毕竟这是自己一泡屎一泡尿带大的孙女。虽然时隔332天没见，但刻在骨子里的感情，想必宋爷爷一刻都没忘记。也不知道福宝还认不认识宋爷爷，还会不会抢爷爷的靴子玩。另外，游客还拍到宋爷爷在园区行走的画面。除了看望福宝，宋爷爷还看望了其他熊猫。等到福宝展出时，宋爷爷在雨中看了好久好久福宝，并从宋爷爷的脸上发现老宋的心情很沉重，就像今天的雨一样，给人一种重逢时的喜悦，又给人一种分别时的不舍。双雄傍地走，谁让谁是狗。眼前卡门的这两货就是香果和春生，不了解他们的还以为他们有多恩爱，连出门都要一起。其实呀，这两家伙就是个欢喜冤家，从小打到大，从成都打到杭州。去杭州时，奶妈千叮咛万嘱咐，春生去了杭州不要打妹妹，在外面两雄要相亲相爱。结果到杭州的春师傅只记得相亲相爱，该打妹妹还是要打妹妹。两雄凭借实力干架就登上过热搜，因此香果还成功喜提了单肩。除此之外，两雄在杭州上班的第一天就创造了香椿卡门这个经典名场面。明明只有2只熊猫，硬生生整出了早晚高峰期，这门卡的绝了。结果春师傅凭借男熊的优势，率先挤了出来。本以为上班卡门是个意外，结果下班时这两个家伙又卡门了。Oh my god， 真是两个欢喜冤家，真怕门被他们给挤坏了。我们从另外一个视角看一下，结果还是春师傅技高一筹，他又挤了出来。哎，本该是上天安排的姻缘，春师傅你这么弄，我都有点替你担心呀。同时两雄可谓喜好相同，看到奶爸从窗户中露出脑袋，两雄还争着和奶爸打招呼呢，简直和吃瓜群众一个样。以前春生为了下班还会爬窗户，这个小小的窗户我都好怕春师傅将它弄坏。两兄妹卡门就算了，别整出个卡窗的大新闻哦。别看有时两雄也恩恩爱爱，该打的架还得打，该卡的门还得卡，这就是春师傅和香椿一对熊界欢喜冤家。来，早年的四川真有大熊猫串门，四川人也见怪不怪，还会抚摸它们。这是一段早年的纪录片，记录了大熊猫和四川百姓和睦相处的画面。当时一名摄影师拍到了一只野生大熊猫幼崽闯入了人类居住的家园，跟拍的途中，他先误入了猪圈中，看到主动的二师兄们，他害怕不已，然后离开了。准备上楼时，又被田园犬狂吠，随后他便跑开了。去到了另外一户人家，这户人家门前有一只小狗，看到同自己差不多大小的熊猫，他并没有犬吠它，而熊猫也友好的同他打招呼。小狗显然被对方的热情吓到了，赶紧从门缝钻进了屋内。过了一会，一个老人走了出来，发现是一只小熊猫，他激动的就上前抱住了它，然后坐在门槛上对其进行了抚摸。老人怕它饿了，赶紧带回家中准备食物。过了一会儿，老人给他准备了一盆奶，自己同孙儿也吃起了早餐。大熊猫同人和睦相处的画面，这样看起来真的很美好。吃完早餐，小孩抚摸了一番他，因为要去上课，
他不舍得看着对方，看得出他并不想去上学，想和大熊猫一起玩耍。取了一个东西后，然后蹲在大熊猫身边，亲了他一口后，这才依依不舍地离开。大熊猫也想和他玩，还试图拉着他的手，让他不要走呢。小男孩到了学校后，就连心思全都在大熊猫身上。上课时还在画大熊猫的模样，放学铃声一响起，都还没来得及收拾，小男孩就朝着家中赶去。如果我是小男孩的话，估计逃学都要回家撸大熊猫，怕大熊猫饿肚子。小男孩取出了平时自己都舍不得吃的鸡蛋，然后来到厨房，准备给他做晚餐，自己吃不吃没关系，大熊猫一定不能饿着。怀着这种信念，小男孩像个小大人一样，在厨房不停忙碌着。他的行为把爷爷都惊动了，然后爷爷叫他去和大熊猫玩。接下来自己操作，一番忙碌下，晚餐弄好了。小男孩拿着送到了大熊猫的嘴边，大熊猫也很听话，大口大口的吃着，最后吃完了还要舔盆盆呢，哈哈，真是一个大吃货。因为大熊猫生于山林，活在山中，给大熊猫喂饱后，爷孙俩背着它，准备将它放生。为了它的安全，两人走了好远好远的路，中途累了，两人一熊就在路上停下来休息，顺便补充体力。吃完后又继续赶路，直到将它送到大山深处，爷孙俩这才将它放下来，让它回归山中。看到大熊猫离开后，爷孙俩一脸的依依不舍，尤其小男孩都差点哭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季喜乐在椅子上翻车后，这次他又翻进了沟里。众所周知，当时天津八里台的二姑奶奶喜乐，凭借坐椅子没坐稳而出圈，只见摔倒在地的她爬起来后，好面的她还看看有没有人发现。当时看到这个视频，我都以为她成精了。然而好景不长，才过去不到1年时间，喜乐又滚出圈了。这天她高高兴兴的出来上班，一个翻滚，结果直接翻进了沟里。看到游客众多，好面的他连头都不敢抬起来。喜乐翻进沟里没多长时间，妙音也因为翻滚而翻进了沟里，据说动作都一模一样。只见妙音抱着枕头正在翻滚，不料前面有一个大坑，然后他以垂直落地的姿势翻进了沟里。没错吧？简直一模一样，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。妙音的这一下好像有点摔猛了，爬起来后的他那是气得不行，爬到木架上后，直接就把金虎的玩具给扔了。妙音的这个表现真的太逗了，看来江湖传言，飞云负责貌美如花，金虎负责闲言嘴碎，妙音负责幽默搞笑。看来那不是传言呀，妙音就是这么幽默搞笑。不信你看他玩滑滑梯，我肚子都要笑出来了。众所周知，熊猫界越狱最火的就是萌兰，凭借一己之力把北洞差点干上市。殊不知，这只叫做圆满的大熊猫，越狱技能比萌兰还牛，2个月大时便主动寻找机会，成功越狱。我们来一起看看怎么回事。当时圆满为了获得自由，趁同届小熊睡觉时，将他们当作肉垫，踩其背，先爬上台阶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睡觉小熊睡得可真香，这样踩都没醒，和向往自由的圆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爬上台阶后的圆满又遇到一个难题，就是这个通道已经被饲养员死死拦住，除了苍蝇，熊猫根本无法出入。然而你千万不要低估一只向往自由的熊猫，即使无路可走，它也要走出一条路来，走不通的路就用拳头打，打不通的路就用脑袋挤。就这样，圆满硬生生将自己的脑袋从狭小的围栏间隙给挤了进去。一只刚醒来的小熊见状，直接被圆满的操作惊呆了，直呼牛逼。他也属实牛，在看似无法越狱的情况下，用自己的身体硬生生给挤出了一条路。就这样，圆满成功越狱了。这波操作比萌兰还牛，不得不服他。